好，各位学员大家好。这次报名的人里面，大部分都是从那个智慧局的智财活动通，然后有一部分是从那个农粮署的那个网页那边过来了解这个教育训练的。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之所以会讲这个品种权侵害的议题啊，是因为我本身啊，我在那个履历里面有放嘛，我本身就是生物科学相关出身的。那后来有做所谓的专利工程师啦，那专利工程师的过程中就在想说，台湾应该算是一个农业大国，可能仅次于日本，然后又地处亚热带，那个相关的那个品种培育应该都是就是丰富的。那当时基于生物背景的关系，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了解一下这个品种权？所以我在做那个专利工程师的期间，就发现说，市面上好像还蛮少人去注意这一块品种权的那个相关的保护，然后相关的法令也不是典型由那个智慧局去主掌的，而是由农粮署农业部底下那个农粮署机关去主掌的。所以在我还是专利工程师的时候，其实就有关心这个议题，但是当时的资讯还不太够。然后我有跟一些朋友啊、学弟啊，就聊到这个部分。那后来刚好就是我就跟一个学弟洪荣俊，就是现在公司的那个股东，就是他到美国取得那个专利代理人的执照之后，我们就是因为我后来考上律师，然后有职业，后来就是在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想到说，那个品种权的部分好像过了将近10年了，就是从那时候在做专业工程师到都已经做到律师，然后律师也做了一段时间，好像还是跟10年前差不多。那是不是要来讨论一下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一块那个相关的业务？那当然我们在这一块的那个琢磨，就是透过一些像跟农粮署有那个成大有一些相关的那个合作计划，我们就从那个计划去分析说，国内那个品种权的诉讼的状况，然后发现说，国内品种权诉讼其实真的是很少。那它管辖的法院是现在的那个商业及高等行政智慧法院嘛，就是那个智商高法院嘛，因为它名字合在一起以后就有点拗口。那总之就是这个制裁法院它的相关案例，其实过了那么多年，也大概是只有10件上下，就是而且案件对于原告大部分都不是那么的有利，所以我们就透过一些相关的那个农粮署有关的这个合作计划，去了解说分析国内的案件状况，还有一些品种权保护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实务的议题，然后去做一些分析归纳。那我想说，因为那个报告跟计划已经告一段落了，那我刚好就是我们事务所公司大概每隔2个月会有一个主题去做一个相关的内容曝光啦，也让各位学员知道一下我们事务所还有内部的组成。所以我想说这一次的议题我就挑了那个品种权相关，那就有一些学员就有报名，然后还有特别说想要听有关于日本华菇案的那个香菇有关的那个品种权侵害保护的部分。那一篇文章是我们另外一个同事比较熟悉日文的同事去爬那个日本的判决跟分析去整理出来的啦。当然，不过我们之前在整理一些品种权保护的计划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相关的论点都有探讨到。那我等一下会依序跟各位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跟说明啊。所以各位可以从我这边相关资历可以发现说，我原本就有一些相关的生物背景。那生物背景后来做律师，它本身是有一些跨领域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议题都会跨领域，所以品种权就是一个会有一点跨领域的法律议题。那它那个部分，因为同时会涉及到所谓的品种权侵害分析这种比较像是科学举证的部分。那一般的法官，虽然制裁法院的法官有一部分其实也是有科技背景的，但是他的科技背景不一定是否这个生物或农化相关、植物病虫害相关的。那技术审查官的话，基本上10几位的技术审查官，大部分是借调自智慧局的资深审查员，他审查的背景知识还是以专利商标为准，尤其是专利啊。那专利法的那个内容，其实跟种苗法品种权的保护还是有一些落差。可是因为专利法的这个本身的发展是相对在台湾已经相对成熟了，就是大概是民国70、80年的时候，就是一路到现在，其实已经发展了
有好几套那个侵害分析版本，2、3版都出来了，但是品种权的侵害分析版本其实一版都没有出来，就只有在一些散见在一些品种权的保护手册里面可能会提到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保全证据，去提起救济，可是确切碰到个案的时候要怎么处理，就是我们在那个台湾的品种权相关的判决会发现说，品种权人其实是还蛮无助的，就算他是比较大的公司，有的时候也蛮不得其法的，因为大公司虽然有资源，可是因为碍于那个主管机关跟法院的那个互动跟那个共识没有建立好，有很多问题会卡在那里。那卡在那里的话，各位也知道，诉讼它是会有时间限制的，就是时间到了，如果那些问题没有解决，法院就会依照他对于这个事实跟法令的理解去做出判断，这个可能就会影响到权利人的权利。那我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会稍微提一下，就是有一些个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我简单来讲，我就是从专利工程师后来转做律师，然后也执业了一段时间。那这个品种权的保护算是一直都有兴趣的议题，然后也最近这几年也有花一些时间跟学者去做一些研究，想说可以跟各位去做一些分享。那我还是会稍微再把这一张图拿出来讲一下，说这个智慧财产权的这个占据的那个地位啦，因为其实只要你有一些商品或是服务的买卖或是流通，它本身就是很容易牵扯到智慧财产权，因为这会涉及到贸易公平性的问题。你的那个自由贸易的过程中，一定是附带着建基在智慧财产权的公平性跟权利的保护上。那你有确定这一个部分以后，国家跟国家之间才会有所谓的自由贸易，不然一个国家很遵守制裁权，另外一个国家不是很遵守制裁权，又是走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可以想见一定是不遵守的那边会出版很多仿冒品到遵守国际协定的那一边，那你就可想而知，守规矩的反而内部的国内企业容易赚不到钱会倒掉，然后不守规矩的反而透过自由贸易可以赚到很多的贸易汇差，这个在结论上面是不公平的嘛，所以只要是已开发国家，它在推自由贸易的时候，必定附带智慧财产权的相关协议，那只是每个国家的执法强弱有差而已。那我们在做这个架构之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智慧财产权的布局啊，最上面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原料的这个来源，然后透过一些技术跟资金或者一些特别的原物料去做一些加工生产，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就是消费者所面对的这个商品，它也许就只是单纯的可以吃到的米饭，也许是一些用稻谷加工之后的那个商品，可能是拿来做除臭包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那个垫料都有可能。那我们只要有发生技术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去找出一个技术方案、技术手段去解决这个技术问题。这就是专利智慧财产权的那个保护的原因。可是我们会发现说，品种权它跟专利权的差别到底是差在哪里？我会觉得品种权它比较是 focus 在比较最上游的这个所谓的原料端那个部分，它就是从植物本身的这个发展，就是如果你有去栽植、栽培一些那个新的植物的话，它也许会有一些本身的品种的特色，但这相关的特色有的时候是具有商业价值的，或是具有视觉上美观的，比如说花卉类的，它可能是比较偏重于视觉上的美观，它在那个商业上面那个生产利用的价值可能就没有其他的那么强。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原料类的那个部分就会有一个品种权可以琢磨进入的这个部分啦。好，所以我在讲那个智慧财产权有关于品种权的话，它的位阶会比较偏向于是比较源头那个原物料的那一块。那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智慧财产权的分类啊，它有分3个大方向，然后这个分类的方式是目前的那个大法官谢明阳大法官的那个主张的分类方法。最上面那个是所谓的文化创作，就是比如说你假设开发出一个新的品种嘛，那你可能会有一些广告文案嘛，因为你开发出一个新的品种一定会赚钱吗？其实不一定嘛，就是它会有一些适不适合市场需求这个部分嘛，因为每个育种者都有可能会开发出新种，可是那个新种是不是真的符合市场的需求，需要一点
教育，或者是需要一点改良，那这都需要时间。那你提供一些文案、一些教育训练，提供一些影音创作，这个部分就比较像是着重于表达跟文化保护，那它的内容会比较像是最上面这个著作权法的部分。那技术创新的部分就会比较是核心，我刚才讲到说，你有发现一个技术问题，找出一个技术手段方案去做一个克服，那它就是这边的发明专利跟新型专利，就是中间那个保护技术创新。那植物品种跟种苗法的话，它本身它解决的问题可能比较像是栽种的本身是不是可以培养出一个崭新的植物的群体。我之所以觉得它已经不是个体，是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些保留性状的一些繁殖能力，所以到后来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群。好，那个群的话，跟所谓生物上面的界门纲目科属种的那个种，它那个品种的意义又不是界门纲目科属种分类学上面那个种，而是在更下层的意义。它本身会具有一个可区分性，然后这个可区分性本身就是在围绕着是不是会造成植物品种侵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是会构成植物品种侵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可区分性。这个在判定它是不是可不可以拿到品种权，跟别人的那个物种跟你的取得品种权的品种是不是会构成侵害，这可区分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那实务当然会有一些还在形成的过程中啦，可是各位就是记得那个可区分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块。那在下面有一个保护正当的交易秩序的话，有3个啦，商标法，还有公平交易法里面的不正竞争的法规，还有个营业秘密法。我觉得商标法的话，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可以注意的，关于品种权可以注意的是，品种权的名称啊，跟商标权的名称啊，不可以一样，就是你的品种权可以命一个名嘛，不要跟人家撞到嘛，然后不要违反公序良俗嘛 ，OK。那你还要注意看一下商标法有没有商标那个检索有没有你的名称有没有跟商标检索里面的名称一样或者是近似，重点是不要一样啊。然后假设没有然后你就去申请品种权，那你后面也可以再申请一个申请商标嘛，但你商标就不要再用品种权的名称去申请商标，因为它会有一个通用化的问题，因为品种权名称会被认为说是一个名称，是一个通用名称。那通用名称你拿去申请商标的话，你如果被智慧局发现或是怎么样，他就会跟你说，这个东西是通用名称，不能够申请商标所以你2个东西要分开来去命名。那你在成立的时候，最好也可以分开来成立去做说明，这是最好的情况啊。可是我觉得实践上面有一些人都是混用，那混用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一样的话，会有一个名称会被废止或被要求改变大概是这个问题。如果各位在我讲的时候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的那个聊天室直接发讯息啊，然后我有余光我有看到，或是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会再统一做一个那个回复这样子。好，这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有关于智慧财产权的这个分类。那专利法的话，你会看到就是最左边，然后营业秘密是第2列，品种权是放在中间嘛，第4列商标法跟第5列著作权法。营业秘密法的话，它跟专利法是难以分离的关系啦。比如说你这个产品它本身是会推广到市面上的，它不是单纯的服务，它是一个完整的物品的话，那蛮建议你去申请专利的，因为那个专利本身就是可以避免人家用还原工程的方式去破解。如果你觉得比如说你开发出一个品种，然后后面有用一些特别的纸盒，有巧思的纸盒去做组合去包装，那可能有一些省工省料的好处。那因为你那个包装袋本身就是会卖到外面去，会让人家看到。那如果你要让你保存你包装袋的特色，就是它有一个吸引性、继复性的特色那你可能就是包装袋、包装盒本身要去申请专利那品种权当然是本身是走品种权保护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边就有讲到专利法跟那个品种权的一些区隔。那台湾曾经一度那个在民国90几年，好像是
99、100的时候，一度要把植物跟动物植物纳入那个专利法保护，它会有一些差别啦。你在智慧局的一个修法专区里面可能还找得到，就是当时的讨论。那后来可能是有农民还是一些那个企业抗议，后来就把它整个拿掉，就拉掉了。不过美国的部分的话，它的专利法有特别针对植物品种去做个别的保护。那据我了解，好像是会分无性生殖或有性生殖，就是无性生殖的话，比较适合在美国的专利法的植物专节去保护。那如果是有性生殖的话，还是可以走美国的那个品种权保护。那之前这个部分是那个美国专利代理人洪荣俊那边，就是之前我们有合办一些讲座。如果各位对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课后问卷特别提一下，就是你对于美国的那个品种权和美国的植物专利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请那个洪荣俊专利师在那个特别再去开一个讲座，因为那边的细节有一些美国的案例。那个这边是他在讲比较好，比较合适。那这边提到那个专利法的话，你会发现说，专利法跟品种权都有一个最下面有一个注册主义。其实这个栏只是要告诉各位说，专利、商标、品种这3个都是要注册才能够获得保护啦。那有人会说我得到了品种权、商标权，又没有办法去维权，那这样子我申请不是白申请吗？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有一部分也像是保险。很像是商业保险。如果你取得一个权利的保护之后，你这个品种将来市场上是有打开来的，那你的那个相关的保障就会出来。那各位可能会说，那现在诉讼有点迷迷冒冒，打起来有点痛苦。这个部分因为主管机关有注意到，所以才会开始有相关的那个研究计划。然后我们预计这1-2年也会再去跟那个法院去做一些交流，来让那个大家逐渐可以接受这一些侵害判断的这个原则，让它可以稳定下来。因为有时候法院不同的法官他会有一些他的想法，那我们就是有把一些问题去做一些综合的整理。那我相信这1-2年应该会有一些调整，最好是主管机关可以出一个类似像智慧局的专利侵害判断要点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这样大家不管是担任原告或是被告，在进行一些诉讼攻防的时候，那个议题也比较不会太开花啦，也不会太开花啦。那我们这边品种权刚刚有提到说可区别性之外，还有所谓的新颖性、一致性、稳定性。新颖性、一致性、稳定性，它的新颖性跟专利法的新颖性其实有一点点像，就是不要跟别人的品种有一样的。这个话透过性状的比对，应该是讲得出来一些差别啦。那再来是你这个差别有没有办法透过同一批的子代，就是 F1、F2、F3 这样一代一代的子代，同一批的子代是不是都一致？然后上下的子代是不是都稳定？性状可以稳定的表现。那也许它只能够出现3代还能够稳定的出现某些特定的性状，可第4代、第5代就没有了，这样怎么办？如果第4、第5代就没有的话，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很稳定的性状。就算是将来你被核准了品种权之后，你有可能因为性状不稳定或不一致而被撤销所以品种权是有类似像专利法的那个撤销规定的，就是你就算是取得了品种权，你可能会因为你的那个品种权的维护不稳定、不一致而被撤销那会不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是品种权人自己养的不好，导致于他没有办法稳定一致的培育这有可能。可是因为我们讨论到说品种权跟专利法有个特色，就是专利法在申请专利的时候，你就要把你的权利范围就要在说明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我就是保护这一些。其实就算你讲得很清楚你在专利法里面还是有类似像均等论的东西可以去扩张去主张。那品种权的话，它会有一个难题，就是说你主管机关会寄存吗？其实主管机关只会培育嘛，农粮署只会去做栽培培育，看看你讲的那些栽培方法是不是可以稳定的呈现出那些性状，然后去做统计。可它基本上是不会去受理你的寄存的。那日本有类似像保种中心是可以去做类似品种的寄存，那就会跟后面讲的那个华菇案会有一些关系。那因为台湾的主管机关基本上是没有特别去做植物寄存，它只有去做你在申请品种的时候会做一些培育，确定一下你的一致性跟稳定性是不是够。
要一些统计上的差异才会被认定。那给了你权利之后，各位也知道说，什么声音现象啊，然后暖化啊，什么什么的，那过个10年，你看那个保护期限就知道嘛，就是木本或多年生藤本25年、20年，你哪知道，而且是公告日起算哦，你哪知道15年后地球变什么样子？专利法那个保护、权利保护可能会因为均等论有一点点的扩张，可是你会发现说品种权10年前种的跟现在种的，我以前还会看到合欢山还有那个雪缆车可以滑雪，但是你可以发现说现在是根本就是只有在比较大的寒流来的时候，合欢山才会降雪嘛。那你就知道这个气候的变异是不是会影响到它一致性跟稳定性的判断。那这个部分如果没有从宽去解释的话，你的品种权就很有可能那个性状不能维持而被认为是无效，权利有可能会被这样死掉。就是品种权在做那个侵害的时候，就有刚刚讲的那些问题，会导致那个主管机关跟法院都还蛮困惑的。那我们后来啊，等一下我这个简报我要点一下。刚才讲到这个品种权保护的话，它会有一个难题，就是权利人的难题，就是你拿去比对疑似侵害的那个品种啊，到底是要以你在那个取得品种权的时候公告查询的这个公示的这个特性表的资料去做比对呢？就是简单来讲，就不是做现物比对啦，你就是直接拿那个特性表里面的资料去对人家正在栽培的品种去直接比。所以你养育的那个培育的对象可能就只有对方的那个疑似侵害品种培育个几代，你就可以做完报告了。就是跟特性表像不像？那如果你采现物主义的话，你就要把你自己品种权人宣称自己还在的品种，去跟对方的品种去做连续几代的栽培，然后看看那些各种性状像不像。你就会发现说，后者的话，好像品种权就要尽量的让自己的品种权能够维持当时的性状。如果你有一些什么花粉污染啊，或是什么原本最原始的这个品种保存不当，然后灭失的话，你可能会面临你的品种权有效性的问题。因为你的品种权是不是有讲到说要保持一致性跟稳定性？那个稳定性有时候不是你刻意造成它那个子弹灭失啊，有可能是一些人为保存的时候可能发生一些小问题。然后最后你那个性状，也许它不是那么原始的品系，也许或是被污染了，或是记录错了，那你将来你的品种权可能那个保护就会出现状况。那因为现在那个案件里面对原告是相对不利所以很少有被告去抗辩到这一块。可是有时候就算是被告没有抗辩，心思比较细腻的法官有可能会有这个疑问，然后就会开始去想象说，它跟专利权的那个保护到底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可以理解专利权的保护是拿对方实际的产品去比专利说明书上面记载的内容，它不需要去比权利人、专利权人本身完成的物品，它不是物品比物品，它是把侵权的物品拿去比抽象的专利说明书的内容文字，等于是具体的物品去比抽象的文字。可是品种权不是哦，品种权的目前台湾采的方法是以现物主义为准的话，是物品去比物品。所以你会拿你自己品种权人宣称的品种去比对方的品种，然后去做一些统计上的比对。那曾经就有一些比对的结果啊，就是里面有讲到一些性状没有完全相符，但是结论上却是认定说有侵害的结果的时候，法院不采，因为法院会觉得说你有一些地方的性状不同，你怎么会得到一个结论是两个品种权有侵害呢？那就要回到我们的性状的那个认定，性状的认定，我们来看一下我的那个简报。等一下哦，我的简报的下一页有在下一页，这个我们回过头来就是因为毕竟我们都有那个生物相关背景的话，这个就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嘛，就是基本上你会表现出性状你一定会有一个对应的基因嘛。那这个基因的部分有可能是单一个基因就发生这个对应的性状，这当然是最好就是你有那个基因就会有这个性状，那不是最棒吗？可是现实中不是这样子嘛，因为以前在念那个植物学的时候就会觉得真是有够复杂。植物的性状有可能是很多基因的排列组合去凑成的嘛，
比如说有的植物的叶子的记录是写说略长，那略长在性状的那些比对里面可能会写说，在某些品种，在某些植物里面是略长是指几公分。可是请问你的那个长短就跟人的那个身高一样，是由非常多的基因做去排列组合得到这个结果。好，那你现在你得到一个，假设你的那个特性表分析里面得到说叶长是偏长或是略长，然后那你最后你在找基因组合的时候，你要怎么去找？你要去对哪一个基因，就会很难嘛。所以我们比较传统、最早期的品种权的保护的判断方式，就是从最下面品种所呈现的性状，假设有10个，当然是不止啦。假设有10个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是所谓的主要性状，就是你在那个某些品种的那个分析表里面会有打一个星号的，打一个星号那个部分就是主要性状。主要性状就是那个审议委员会觉得这些是这些植物植株里面特别需要注意的性状，就可能是它的特色啦，就是透过一些机关，那个机关有可能是先从 UPOF 或是其他国家的判决，或是某些国家对于某个品种特别的有研究，那台湾那个农粮署的那个植物审议委员会才会把一些已经既有的学术论文或者相关的资料，其他国家认定，去在国内把它内国法化，就是把它标注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主要性状。所以它在评断这两个东西像不像的时候，其实某程度上会有加分的效果。所以那括号1那个主要性状是指国内的那个主管机关所认定它是主要性状这一个。然后第二个据公信力机构所认定的性状是指说 UPOF 还有一些国家他们的植物品种那个论文章会日新月异，可是在认定主要性状这个植物审议委员会这个部分，它其实不是每年在审啊，有一些植物甚至没有审完啊，所以它那个审定以后可能是过个好久以后才会发生一个诉讼。好，那你要拿好久10几年前的那个审定的主要性状表去做现在的诉讼比对吗？中间可能会有很多国家或者国际间的期刊都有发表说，其实在某些地方的花座或是一些地方有一些其他辨识的特色，那在本案可以利用。所以你那个括号2这个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就指第三方那种科学啊，或是一些跨国组织所认定的那个植物的性状，也会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判断标准。这个是目前我们大家在讨论说，怎么样去说服法院，说服被告说这个东西有构成侵权，那一定要有一些素材嘛。那个素材的话，我们就要来讨论，括号1是主管机关所认定的，括号2是跨国之间的一些公信力的机构，其实就是跨国之间的主管机关或是盛产有一些植物盛产国家的那个文章认定的，所以我才会写的比较 rough 一点。然后第三种是育种者主动提示，在申请植物品种的时候，他会填一个表格，然后表格里面会特别去问说，你自己觉得你的性状特色是什么？那我觉得育种者自己主动提示的性状，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可以注意的地方啦，也是一个可以注意的地方啦。所以1、2、3里面，我觉得3个就是在目前的那个现物比对、外观比对的时候，是常常会把拿来用的。那只是在攻防的时候，原告跟被告通常都是委托农粮署去做相关的那个判定，很少人去对那个鉴定报告的那个细节去进行攻防，就是那个主要性状怎么认定的，为什么是认定这一些，然后其他国际的期刊其实有讲到一些其他的部分，这个部分比较少。好，反正比较常去挑剔这个统计分析方法的问题啊，就是你那个提出来的植株那个统计分析方法可能不是100%的像。说真的，你2套的群体，你怎么会一定100%像呢？会有一个前提是说，你去取得那个品种权的时候，你讲的那个栽培方法啊，你觉得疑似侵权人他就会照着你讲的栽培方法去种吗？其实不会嘛，就是疑似侵权人也许有他自己的栽培方法，有他自己施肥的方式，所以你一开始种出来的东西一定是长得不一样啊。那你长得不一样之后，你就要交给一个第三方的机关去做那个细部的培育栽培，去做那个品种权的侵害分析，好，用一样的栽培方法去种，然后种出来以后才有办法去做一些所谓的那个性状比对，然后再来是疑似侵害品种，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基因跑掉，也许就是像是所谓的重属品种的问题，就是它的基因的它那个性状的相似率不是100%。可是这个在种苗法里面的保护里面，也会类似像是专利法里面的均等论，或是一些那个设计专利的
衍生设计一样，它其实是会有接受一定程度的容错，所以它其实还是可以抓得到。那有一些被告可能就会针对说，你那个相似度也不是到完全一样，那你怎么可以说我侵害到对方的品种权？所以我们有参考一些国外的实务，通常就会赋予被告一些所谓的阐明义务嘛，被告要有一些阐明义务嘛，因为你一个品种的育成啊，不是那么的容易啊，除非你是去照那种紫外线光，或者是去制造一些所谓的基因突变，刻意制造一些基因突变去做那个育种。可是就算你是这样子做好了，你也会有创作历程啊，你不会说我在路上随便采一个那个植株，然后这个植株长得跟品种权人长得超像，你觉得你这个说法听起来比较像是在市场上刚好买到了对方的植株，然后把它种了以后就拿来卖，这个是比较合情合理的情境嘛。因为当你有去对植株去做培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没有数年的花费的工的话是没有办法那么快达到的，所以法官通常是可以要求被告去做他的品种权的培育，去做一个具体的阐明。那如果讲得不清不楚的话，在国外的判决就会认定说，被告就这个部分没有办法交代。那这个相似的部分的话，可以初步判定说应该是从原告这边去取得的，所以被告应该要就这个部分去攀附人家的这个品种权去做相应的赔偿。那有一些被告是可以清楚的讲述他的历程啊，那当你可以很清楚的讲述历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所谓的起始品种可能根本就不一样。那如果不一样却有类似的性状的话，那这是不是属于品种权保护的范围呢？我目前认为说还蛮有机会去确定是的，因为我们的法令还是以性状的可区别性去做判断。如果它并没有达到可区别的话，它其实一般会被认为说是构成侵害的。那有一个辅助判断标准是基因的那个 DNA 分子鉴定。那有人在问那个菇类的那个案例的话，它里面是有一些分子鉴定的过程。那为什么是需要分子鉴定呢？因为分子鉴定快，因为它快。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它是贵。可是有人讲说啊，贵不是它的缺点啊，是你的缺点啊，就是你多付一点钱可以比较快得到诉讼的结果。那为什么你不要多付一点钱呢？而且你要多付一点钱，还会有一个前提事实，就是说你要去比对的这个品种啊，是不是它的那个基因图谱已经开发完了？它的那个功能性状是不是都已经有了？有一些是还没有开发完，那你就会很痛苦不过那种个案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可以比对的方式啊，就是看你要比到多细，就是有上过那种基因分子学，你就会知道说你要比永远都比不完嘛。你不能说你们的那个引子那个阴床那种没有发生功能的东西一样，所以你们两个来源是一样，这个答案是对也是不对啊。因为如果你们那个引子是很特别的，只有你这个品种权的植株才有，你的那个疑似侵害品种就是有这个特别的引子，那你也可以说这个两个是有渊源的，可能有被污染或是怎么样被带过去，那这个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那个引子的共通的那个特色是这个物种都有的，那你去比这个共通都有的时候，你一定相似度很高嘛，所以才会有他国人在那个侵害判断上面就说人跟黑猩猩的基因相似率高达 97%， 那人跟黑猩猩是同一个物种嘛？不是啊，那为什么不是？就表示有一些跟基因无关的东西重复比，那个重复比的话，意义是什么？你要在双方的诉讼攻防中去把它做说明跟交代。那我们目前台湾的境内的这个品种权诉讼还没有到愿意直接采纳分子鉴定，可是已经有这个趋势了，因为国外是可以接受的。那国内的话，其实农粮署它只是一个愿意被嘱托的鉴定机构，可是法律其实没有直接说农粮署一定要当鉴定机构，所以如果法院日后逐渐开放的话，农粮署只是一个鉴定的方式之一。那你也可以把你那个相关的基因的那个内容跟比对的方式委外，可能是委托一些学术单位去做所谓的侵害分析，然后再跟法院去做一个诉说，就像早期的那个专利法侵害比对，会有一点点像啊。那当然有一个机构愿意承接是比较好的，那当然就是收费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我们基因型的比对其实只是为了带出它后面性状为什么相同的原因嘛。你基因形象就性状完全不同，
那你就要去讨论说，是不是那个基因型其实根本就不是你那个品种犬所独有的基因啊，所以才会品种那个基因型像，但是结果性状不一样。因为我们最后还是以性状的比对为最重要的宗旨，但是性状的比对会有一个麻烦的点，就是说你要培育个2、3代啊，你知道2、3代要多久吗？不同的植物2、3代可能短的话是几个月啊，长的话可能是好几年。那你知道一个省级的诉讼预设的审理时间是多久吗？理论上是2年内。那你审超过2年，你这案件不是搞超久了？那我的品种权人我要维权，大家都在看，然后都没有一个结果，好像是我原告有问题一样。所以有些原告是愿意付一些钱去做基因分子鉴定的。那这个部分将来可能会日渐去做放宽啊。那这放宽以后，怎么样去解释基因报告会是下一个阶段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像跟不像的报告。那再来就是说，大家都在那边砸钱，砸到后来之后，你还是要去解释为什么像跟不像，再找一个第三方去做一个说明。好，那我前面一页简报我再稍微说一下，就是这个是民事纷争的处理流程嘛，左边是权利人，你是品种权人，右边是疑似侵权实施者乙，那一定是乙有在外面卖，或是在那边叫卖，或是做什么，或是铺货，你会发现说，它的品种怎么跟你自己种的品种那么像啊？那我这边有分甲1、甲2、甲3跟乙1、乙2、乙3，其实是在说各个阶段其实在干什么啦。那乙在实施这个所谓的品种的时候，它有可能它的名称啊，直接跟你权利人甲这个品种名称完全一致，商标名称一致都有可能。他要直接用你的那个特别那个取的那个名字去卖。我们这边是觉得啦，就是如果乙一开始就用权利人的名称去卖，然后外观都长得超像的，各位觉得说这样还需要去做侵害分析比对吗？好像有点多此一举，对不对？因为乙他自己都说我在卖假的品种权的东西，但是他没有一些进货收据，然后也没有一些获得许可授权的依据。那很明显，它又是一个侵害那个品种权人的那个仿品啊，就是疑似侵权品种嘛。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觉得法院就不用再去要求要一个侵害分析报告了，因为你外观看也像，他卖的时候也这样叫，那难道不是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为什么要叫你那个品种权的名称呢？这就会变成是被告乙要去多做一点说明义务啊。就算真的要做侵害分析比对的话，我也觉得应该是要由乙这边来做吧，因为你一开始说你的品种实施的品种跟人家很像，那你有没有品种权？你也没有品种权，那你也知道人家的名字，你才会叫那个名称嘛，因为那个名称其实有些都还蛮特别的，就是你一般是不会那么容易想到啊。那你现在被人家说你有侵害，应该是乙要去提出反证我没有侵害嘛，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诉讼上举证导证的方式啊。可是大部分的情境，它大部分是不会直接讲它的东西就是哪一个品种权啦。那假抓到的话，你还是要去做一个基本的去做收集证据跟侵害分析。那收集证据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说那个植物是活体啊，你要怎么样保全？你的保全方式就是去种它，保全方式就是种它。可是你去种它的时候，人家会不会到时候那个被告以后收到那个法院通知书要去开庭？他就把那个植株就全部都销毁，或者全部都卖掉，我就不种。有可能啊，就你就到时候告的什么都没有，然后你手上拿那个植株，他又说这个不是我们家的，是你们自己的，是你们的植株。他会抗辩啊，他会抗辩说我已经没有在种啦，我已经卖完就算了，我只赚这一波，然后你手上那个植株不是我们这边出土的。所以像国外像中国大陆的话，他在做那个品种权保全证据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找那个公证人去做体验公证，然后把那个植株买下来，甚至可以买到种子是最好，然后就把它整个封箱。那你封箱之后，后面再去做那个育种栽培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盒子可以去做那个处理啦，就是你就可以去栽种。那之前台湾的那个香蕉研究所在判决上面有被准许保全，可以把对方的香蕉，因为那个香蕉好像是无性生殖，所以非常适合用基因比对。那当时有说服法院说可以采那个相关的那个保全，但是最后法院又不用基因分子的方式去判，
所以后来好像又有点不了了之，好像是和解掉了吧，一审好像输，2审就和解掉了，又坚持要用种，就是种的会比较花时间啦。可是有些品种可能它是用无性生殖的方式去繁殖，它不一定要种出来不可啊。好，就是其中这一块。那这个甲1、甲2、甲3那个侵害分析就是重头戏啦，就是你侵害分析要用什么方式分析？你要用那个现物主义的方式，就是把权利人的品种跟被控侵权的品种去委托农粮，目前都是农粮署收案以后再去找所谓的一些检定单位、栽培单位去种，种完以后再去定期做性状检测，检测出来以后再看看两边的是不是统计分析上面有没有区别意义。如果被认为说没有区别意义的话，它就会被认为说哦，这个东西是有构成侵害的。那如果你是品种那个被告的话，你也是可以提出不侵害分析啦。可是我说你提出不侵害分析的时机点，通常都是在你直接用了人家的名称在卖的时候，你会比较需要提不侵害分析。那如果你等到对方提了一个侵害分析之后，你再提一个不侵害分析，你也要找得到第二家愿意帮你出鉴定机构的单位啊。目前台湾只有农粮署可以愿意收，那其他的单位我觉得不是不能收，而是因为每个机关有它的一些考量啦。那这个部分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去推广，因为像以前专利权的侵害，也只有司法院就是核可那个名单比较有公信力，可是后来发现说也不一定要，就会逐渐放宽了这一块。然后乙3的话就是在讲一些其他的抗辩啊，就是刚才讲那个性状跑掉的问题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名称有一些障碍啊，就是可能跟商标或是什么通用化等等各种抗辩都有可能，或是它是一个农民免责、育种免责的情境啊，都有可能，或是他已经权利耗尽了。他从国外买的时候是合法买到的，那进了国内就会权利耗尽这样子，这样就是一些各种抗辩事由。然后我这边提到这个品种权人的诉讼困境啊，第一个如何举证保全侵害植株群，我要特别挂号起来是一个群，你有时候只保存1两株，之前就有那个玫瑰，就是国内的那个判决，就是保存的玫瑰，可要保存的玫瑰的量不够，就会各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就是种不出来，种不活。它在不是玫瑰适合栽种的时间去做证据保全，所以你一开始保存的状况也不是很好，那你不是很好的时候种以后也种死了，种死了那怎么办？就只能重新再去采。那你也要刚好被告的东西还在啊，被告要是避免纠纷就都不卖了，那你到底要去哪里采？那要算被告输还是原告输？这个就会有点困扰。所以如何举证跟保全侵害植株的话，可能就要有一定的量，才不会有那个个体的偏差嘛。因为各位知道个体的偏差去养以后会有把那个性状去放大的效果嘛。那你有采的那个保全的部分，如果有达到一定的量的话，它可以把那个少数的族群偏差那个性状放大的那个部分去把它消弭掉。所以这个举证跟保全的话，其实也是一门学问。好，然后第二个是品种权人如何证明现有品种即为登录品种，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今天是权利人，我去告被告，然后被告就说，你现在拿出来做侵害分析的品种，就是从我这边买过来种的品种，那你从我这边买一定会长一样啊，那一定一样的话，我们还要比对什么？他就会抗辩说，这不是你当时登录的那个品种啊。那就会回到原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善意信赖品种权人他提出来的品种，因为我们国内没有所谓的品种权的植栽寄存制度，那你没有这个寄存制度的话，你就只能这样子处理啊，不然你要把那个植株连续用那个监视录影器一直重复播放，从核准品种权到后面主张品种权，可能长达10年的影片都留下来嘛，这应该是不太可能嘛，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品种权人只能说，我认为这个就是我的品种，那大家就会推定是。那如果你说他用奥波，我们后来评估这个几率是不太高，是因为你可能会有一个有效性的抗辩的问题。那如果你把你的品种变得太多，到时候被认定是无效之后，你还是告不赢啊。所以品种权人花那么多时间跟心血，好不容易取得一个品种，然后却为了要告一个个案，然后把自己的品种弄到完全都没有。这个在现实中也有点难以想象嘛，
因为你的品种权可能不会只有这一个对照出现，当然可能会有对照，就是表示你这东西卖的不错啦。那你卖的不错，你还为了抓对方而把自己的品种的性状跑掉，为了跟对方一样去抓，这会有点怪啊，好，这会有点怪啊，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就是推定权利人他是善意的，他说是哪一个就是他现在品种，我们就相信他这样。那心态分析的选择有提到说，特性表现主义跟现物主义这两种分法，日本已经比较偏向特性表主义，台湾的话基本上是偏现物主义一点，可是有考虑也会参考特性表，就是特性表里面有写的那个现物比对的时候，它那个加分在法官的心中会比较多，所以它就有点像是折中啦，折中主义了。那你已经有做现物栽培了，你还要去做分子鉴定吗？通常分子鉴定是为了求快，所以你要不要让诉讼拖太久？你当然就是要找出一个分子鉴定的方式，然后就先提出一个初步的证明说对方有侵害嘛，就是有一些基因组是相同的。那接下来就是换对方去举证。那这个法院的举证活动没有要证明到100%啊，你100%，民事要求只要有赢50%，就是多一点，就是51%相信说有可能侵害。法官就可以判你赢了，所以这个东西只要是6677、7788，就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对方又解释不出来，问你的栽培的那个疑似侵权品种是怎么种出来的，讲的支支吾吾的，然后说我们以前家里都这样种啊，或者说风吹过来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答辩的话，在国外的实务里面会认定说被告的这个举证义务要高一点，所以原告只要提出分析鉴定的话，在一开始的那个释明上面就已经够了。当然，我有讲到分子鉴定，它有一些它个案的局限，就是它的那个基因图谱开发的状况，还有个案那个比对的那个细节，大家会有这个问题。然后这个是损害赔偿的计算了。我之前已经觉得说，像专利法那个赔偿没有商标跟著作那么好，因为著作有所谓的100万、500万以下的酌定赔偿额，法官可以看一看情况，然后就是双方的状况以后去酌定一个100万、500万以下的金额，就是过失的话是100万以下，故意的话是500万以下，它可以酌一个金额，所以有时候钱就不会太难看，因为毕竟还会有一些律师费嘛。那商标法的话，以前是有那个1500倍，现在的话是法官可以就1500倍的状况去酌减，就是还是可以扣一些。比如说你卖一盆花是100元，1500倍是多少？1500、万、10万、15万。好，如果100元的话，1500倍是15万，就是你只要抓到一盆，就有机会跟他要15万，15万，对。所以你这样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嘛。那专利的话，他就会说，你抓到3盆，好，算你3盆的钱，然后用毛利去算。那毛利的话，净利毛利假设算是20%、30%好了，一盆花假设卖100块，然后毛利30%就是30块，30块乘上3盆就90块，90块再乘上专利的话，惩罚性赔偿金算3倍，就是270块。恭喜你得到270块。那你会觉得说，那连那个律师费用的那个交通费都不一定够付。好，专利已经这么可怜了，那品种权也是差不多。好，所以之前就有一些品种权人赢了，就是赢到几百块。你花了2年的诉讼，然后赢了300块，那个跟大家都很难交代嘛。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有考虑去做一些调整啊。那有一些法院可能法官在评量的时候，他可能会按照那个栽种面积，然后可能获得的收益去做另外一个计算。可是那个计算就算再怎么算，如果对方没有提出一些明确的可勾稽的数据，因为有些是没有缴税，有些是在花市就卖掉，那你都没有证据啊，所以你算出来的钱其实都远远不够推断的那个金额啦。那这个部分重点就是在宣扬说，我们对品种权是有在意的，是有在维护的。这个损害赔偿金计算可能将来也许有机会再去修改，但是目前是以被告的所得利益去做计算。那我跟那个同事有讨论到说，其实还是会鼓励说，如果你真的有品种权的程度、吸引程度的话，是可以去多做一些跨国的布局，像是欧洲跟美国的那个植物专利或是植物品种。因为各位我不知道各位还没有印象，就是10几年前台湾还在那些杂志里面被说是蝴蝶兰王国，可是到某个年度以后，已经没有人敢再讲蝴蝶兰王国这5个字了，因为
最大的那个花卉市场还是被荷兰人再拿回去了。那他怎么拿回去呢？他就来台湾选种，然后选一选以后就拿回去荷兰温室去种，因为他们已经克服一些那个病毒株，还有一些温室，因为他们本来是走温室的，所以他们有做一些其他的配种。那你在荷兰，你要有品种权，你要有植物专利啊，不然他就只是直接来台湾取样，然后直接到荷兰种一种，然后再继续做衍生品种，他就可以卖钱了。那你不觉得台湾花很多时间在养品种，最后只是把那个品种给别人当做是一个品种资料库，然后别人再去配一配，就可以直接赚钱了？那这样对各位来说，那个制裁的效益并没有那么好。那台湾的那个品种权的那个诉讼也还在起步中。那也不一定要只看台湾啦，因为欧洲跟美国他们的那个花卉市场跟一些相关的蔬果市场都很大。那你在台湾都能够拿到品种权的，你在国外理论上在一些专利，像是专利或者制裁架构彼此承认的情况下，你在他国拿到品种的几率也很高。那你这样子日后去维权或者去授权的时候都比较简单。所以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那个华菇案，就是在讲，你就可以发现说，有人在上课前提问的这个华菇案的讨论，就发现说，这没有很难嘛，就是一开始原告有寄存一份在种苗管理中心这个华菇嘛，那是因为日本才有这个植物寄存制度，然后后来你就会有两个双轨嘛，就是 K1 就是管理中心种出来的，然后原告这边有自己宣称种出来的 K2 嘛。那理论上 K1 会等于 K2 嘛，理论上嘛。那对方那个被告 G 的话，就是直接去 K1 跟 G 去对嘛。那 K1 为什么不能跟 G 对呢？因为当时的那个寄存的那个内容啊，可能品质不够好啊，它好像像是什么单核体，没有办法养出完整的这个一个菇，就是种不出来啦。简单讲就种不出来了。那种不出来的话，你怎么样去 K1 去比 G 呢？就没有办法啦。所以你只好用 K2 去比 G 啊。那你 K2 去比 G 的时候，也有人会再去做一些基因的分子的比对，去加速这个比对的过程。那最后他好像是认为还是不像啊，不像的话，他就会开始有一些理由。那这就是双方在攻防的过程。基本上你有没有发现说，就是我刚刚提的，你是权利人的时候，会有一些举证困难的部分。那我们的时间好像差不多，我就先抓1个小时啦，因为如果说讲2个小时，大家也不一定都听得完，然后那个1个小时，我觉得好像还 OK。那如果有什么个案的问题，也可以在那个 YouTube 的那个群组去问，然后这边有我们那个公司的信箱，下面有我的 LINE ID， 然后有问题可以在传讯或者加 LINE 都是 OK 的。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先讲到这里？那如果没有人有问题的话，我就先结束了。那如果各位对品种权还有一些想要知道的议题的话，也可以留在那个课后问卷里面。那我们后面也许再看是要再讲一些课还是怎么样。不是品种权的议题也可以提出来啦，就是看以后怎么样。那我之前有想到说，那个像是健康食品啊，还是一些什么医药广告的那个广告财阀，我的客户有一些也有被罚，然后想说是不是也后面过几个月再开一个有关于是一些食品药物广告，因为广告的部分会跟商标那个行销会有点关系啊，所以我可能还是挂在制裁活动通，然后就顺便一起讲，就是商标的推广跟那个广告的财阀这一块，反正就是食品或是那个医疗器材有关的那个财阀的那个部分。我先跟各位这样说，那有留那个 email 的同学员，可能就是将来我们有一些课程也会再发通知。